浑元果，我志在必得。当萧炎听闻远古遗迹中可能出现浑元果后，立马来了精神，赶紧追问情况。原来远古遗迹是远古时代斗圣强者留下的宝藏，里面不仅有各种珍稀的宝物，还可能藏着像浑元果这样的奇物。不过这次遗迹出现的地方可不简单，是在兽域，一个完全由魔兽家族掌控的地盘。魔兽家族向来排外，人类强者想从他们手里分一杯羹，难度可想而知。风尊者和药老都经历过上一次的远古遗迹争夺，深知其中的残酷。当年那场争夺，斗宗、斗尊强者陨落无数，血流成河。药老提醒萧炎，这次遗迹争夺的凶险程度只会更高，毕竟这次遗迹的主人很可能是一位斗圣强者，吸引力太大了。不过萧炎可不是那种会被困难吓退的人，他深知浑元果对药老的重要性，直接拍板决定，这趟浑水我趟定了。风尊者虽然担心，但也知道萧炎是最合适的人选，毕竟他现在的实力已经足以应对大多数危险。为了确保行动顺利，萧炎还特意带上了穆青鸾，他的家族就在兽域，说不定能帮上大忙。药老虽然担心，但也知道劝不住萧炎，只能叮嘱他一切小心，毕竟在他心里，萧炎的安危比自己恢复实力更重要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萧炎做了充分的准备。为了方便收集情报，萧炎挂上了星陨阁长老的头衔。要知道，他可是星陨阁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长老。虽然一开始引起了一些震动，但没人敢不服。毕竟萧炎破塔而出时那股惊天动地的气势，已经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。他的实力坐上长老之位，绝对是绰绰有余。接下来的3天，萧炎一边休息，一边收集关于远古遗迹的情报。他知道，这次行动不仅要面对魔兽家族的敌意，还要与其他人类强者争夺资源，情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等到一切准备就绪，萧炎终于决定动身了。第3天清晨，星陨阁的弟子们正在晨练，突然看到天空中几道身影踏空而立，衣袂飘飘，气势非凡。这正是萧炎和他的小队，准备出发前往兽域。风尊者站在一旁，神色凝重地叮嘱道：“萧炎，此行千万小心，遇到麻烦就赶紧撤，别硬拼。”萧炎笑着点了点头，随后转身看向药老，深吸一口气，郑重地抱拳说道：“老师，您保重，浑元果一定给您带回来。”说完，他不再耽搁，带着队伍迅速离开了星陨阁，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。看着萧炎离去的背影，风尊者忍不住感叹道：“老家伙，你真是找了个好弟子啊！”药老则是微微一笑，眼中满是欣慰。他知道自己当年的选择没有错，萧炎不仅天赋异禀，更重情重义，这样的弟子实在是难得。萧炎一行人乘坐着一头巨大的白鹤，飞向兽域。远古遗迹的出现吸引了无数强者，都想要从中分一杯羹，难度可想而知。萧炎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带上了小医仙、紫妍、天火尊者和熊战，阵容相当豪华。虽然不敢说能在兽域横着走，但至少不是什么人都敢来招惹的。不过紫妍对这次行动似乎不太感兴趣，一路上都囔个不停。萧炎知道紫妍之前失踪的那段时间很可能就是去了兽域，毕竟兽域是斗气大陆魔兽家族最集中的地方，而紫妍作为太古虚龙，对那里应该有着特殊的感应。小医仙则是一脸轻松，看到萧炎苏醒并痊愈，他终于放下了心。不过萧炎可没时间放松，他知道这次行动的危险性，必须提前做好准备。于是他让穆青鸾给大家介绍一下兽域的势力分布。穆青鸾讲解道，兽域是魔兽家族的天下，其中最强大的3大族群分别是天妖皇族、九幽的冥蟒和太古虚龙。尤其是天妖皇族，他们对妖皇血晶的感应极其敏感，而萧炎身上正好有妖皇血晶。穆青鸾提醒萧炎，进入兽域之前最好解决这个问题，否则一旦被天妖皇族发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紫妍听了却不以为然，拍着胸脯说道：“天妖皇族算什么东西，有我在呢。”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虽然紫妍是太古虚龙，但毕竟年纪还小，实力还不足以让天妖皇族闻风丧胆。穆青鸾继续介绍道，兽域的附属关系非常复杂，强大的族群往往拥有众多附属族群，比如他所在的青鸾族就有将近10个附属族群，而九幽地冥蟒族的附属族群数量最多，但这也导致他们的血脉越来越不纯。至于太古虚龙，虽然神秘，但并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附属族群。紫妍听到这里，忍不住插嘴道：“太古虚龙不是没有附属族群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”这话让穆青鸾有些不服气，毕竟青鸾族在兽域也算是有名气的族群，如果太古虚龙有附属族群，他怎么会不知道？不过紫妍并没有继续解释，只是嘿嘿一笑，不再说话。随着行程的推进，气氛变得有些沉闷。不过4天后，他们终于看到了兽域的轮廓，一片茫茫的山脉。这里就是兽域，一个以魔兽家族为主的奇特地域。兽域的面积虽然比不上中州，但也绝对不小，尤其是那连绵不绝的山脉，给人一种狂野的气息。这次远古遗迹的出现地点是在骸骨山脉，那里是兽域中一个非常有名的区域，
因为那里有着无数的兽骨，形成了壮观的骸骨海洋。这些兽骨中蕴含的能量对魔兽来说是大补品，所以骸骨山脉也成了魔兽们聚集的热门地点。萧炎一行人进入兽域后，马不停蹄地赶往骸骨山脉。一路上，他们看到了不少强者，有的是化成人形的魔兽，有的是从其他地方赶来的人类强者。显然，远古遗迹的消息已经传开了，吸引了无数人前来争夺。萧炎心里有些担忧，毕竟他们的目标只是魂远果，但如果那些大势力也来插一脚，事情就会变得非常棘手。经过几天的赶路，萧炎一行人终于抵达了骸骨山脉。远远望去，山脉中有一片刺眼的森白色区域，那就是骸骨海洋的所在地。穆青鸾提议先与星陨阁的2位长老会合，了解情况后再行动。萧炎点头同意，毕竟在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，贸然行动只会成为众矢之的。然而，当他们与星陨阁的胡长老会合时，却发现情况并不乐观。原来，星陨阁的2位长老原本找到了一处靠近遗迹的山峰，准备搭建营地，结果却被风雷阁的人强行赶走，甚至还打伤了7长老。风雷阁这次连雷尊者都亲自出马了，态度极其嚣张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穆青鸾气得脸色铁青，风雷阁这完全是不给星陨阁面子。他转头看向萧炎，轻声说道：“老实说了，这次行动由你做主。”萧炎微微一笑，没有多说什么，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这家伙可不是那种会忍气吞声的主。萧炎先是查看了7长老的伤势，发现他伤得不轻，出手的正是风雷阁的北阁主费天。萧炎冷笑一声，费天这家伙还是这么霸道。他从那戒中取出一枚丹药递给7长老，然后伸了个懒腰，淡淡的说道：“走吧，砸场子。”这3个字一出，周围的星陨阁弟子瞬间热血沸腾，他们早就憋了一肚子火，现在终于可以出气了。萧炎带着一行人直奔风雷阁的营地而去。虽然萧炎一行人此行的主要目标是魂远果，但风雷阁的挑衅却让他们无法置身事外。风雷阁因与天妖皇族关系交好而越发嚣张，甚至强行抢占了星陨阁的营地，这对星陨阁来说是极大的羞辱。如果星陨阁选择忍让，不仅会沦为笑柄，还会打击宗门弟子的士气。萧炎心中清楚，风雷阁还不足以让他退避。当年他只是斗皇实力时就敢挑战风雷阁，更何况现在。雷尊者实力不过3星斗尊，萧炎这边有2位斗尊强者，即便他亲自出手也讨不到好处。萧炎的举动赢得了星陨阁年轻弟子的支持，他们本就气不过风雷阁的羞辱，若非2名长老压制，早就动手了。萧炎的强硬让他们觉得找到了靠山，他的地位在弟子们心中瞬间飙升。2名长老虽然一开始对萧炎的举动有些迟疑，但看到弟子们的反应，也意识到必须找回场子，否则日后难以抬头。他们知道萧炎身后的小医仙、天火尊者和熊战都是斗尊强者，对付雷尊者绰绰有余。于是2名长老郑重表态，听从萧炎的吩咐，随后带领大批星陨阁弟子杀气腾腾地冲向风雷阁，引得旁人纷纷侧目。在骸骨山脉中心附近，风雷阁的营地在一座山峰上，山顶飘着一面大旗，上面写着风雷阁，特别霸气。帐篷里住的都是强者，这次远古遗迹的事，风雷阁可是下了血本。中间有个超大的帐篷，周围守着不少风雷阁的人，里面还不时传来笑声。突然，帐篷帘子一掀，一个银袍人出来了，也就是风雷阁北阁主费天。他让手下注意点，别打扰到里面接待贵客。结果他刚说完，就听到山下传来吵闹声。一个手下跑过去看看，结果刚冲下去就被打飞了回来，帐篷都被震塌了。费天大怒，命令手下抓人。风雷阁的强者们纷纷冲下去，结果一个个又被打飞回来。费天的脸色瞬间就阴沉下来，他意识到来的人可不好惹。费天阴沉着脸，试图用风雷阁的名头震慑对方，不知道是哪位朋友出手。这里是风雷阁的营地，还望给个面子。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，一道熟悉的笑声就从山下传来。费天阁主，几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喜欢把风雷阁挂在嘴边啊？随着声音，萧炎带着星陨阁的一行人缓缓出现在费天面前。费天看到萧炎，脸色瞬间变得阴寒无比。当年萧炎让他丢尽了颜面，这笔账他一直记在心里，没想到今天竟然在这里碰上了。费天冷笑一声，嘲讽道：“原来是刚被撵走的星陨阁的人啊，怎么拉了点帮手，准备来找场子了？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瞥了一眼旁边的胡长老和7长老，满脸讥讽。虽然他觉得小医仙等人有些看不透，但心里还是认为萧炎不可能结交斗尊强者，毕竟萧炎在他眼里不过是个小角色。就在这时，风雷阁的另外2位阁主也出现了，他们提醒费天速战速决，不要打扰雷尊者的雅兴。费天狞笑着点头，准备亲自对付萧炎，其他人交给你们，萧炎留给我，我要让他好好还债。话音未落，费天的身影瞬间消失，显然是动用了某种身法斗技。然而萧炎却只是微微一笑，脚步轻轻一踏，手掌对着面前的空间轻轻一握，顿时空间崩塌，费天的身影直接被逼了出来，满脸惊骇。萧炎这一手直接让费天吓傻了，能够一掌崩塌空间，这可是斗尊强者才能做到的。
费天怎么也没想到，短短几年时间，萧炎竟然已经突破到了斗尊境界。萧炎随手一掌，直接将费天打得吐血倒飞，狠狠地砸进了风雷阁的营帐内。萧炎看都没看费天一眼，目光直接望向营帐，淡淡的说道：“雷尊者，让这种小猫小狗出来，也不怕弱了你风雷阁的名头。”这一幕直接让风雷阁的另外2位阁主惊骇欲绝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萧炎竟然已经强大到了这种地步。周围风雷阁的人一下子愣住了，没人敢说话。突然，营帐里传来一声愤怒的咆哮：“小贝，你好胆！”这动静太大了，周围的人都围过来看热闹。毕竟风雷阁可不是好惹的，现在居然有人敢这么干，大家都很好奇。萧炎站在那里，根本不理会周围的人，他看着营帐的方向。雷尊者从里面走了出来，手里抓着费天。费天满脸不敢相信，萧炎的实力让他震惊。雷尊者也是一脸阴沉，他当年放过萧炎一命，没想到萧炎现在居然敢上门找茬。雷尊者把费天放下，冷冷地说道：“萧炎，你胆子不小，当年我饶你一命，今天你还敢来？”萧炎却笑着说：“雷尊者，当年只是你们风雷阁技不如人，别把自己说得那么伟大。”这话让雷尊者气得不行，但他还是试图威胁萧炎：“看在风尊者的面子上，你赶紧走，我可以不跟你计较。”萧炎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笑着说道：“风雷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欺负星陨阁，难道也是看在风尊者的面子上？”这话让周围的人都笑了。雷尊者气得不行，但他还是试图保持冷静。今天我就看看你这刚进入斗尊的小辈能做什么。萧炎微微一笑，身上的紫褐色火焰升腾起来，周围的温度瞬间升高。雷尊者也释放出强大的雷电之力，两人剑拔弩张。周围的观众都兴奋起来，因为斗尊级别的战斗可不是天天能看到的。这时候，雷尊者旁边的一位虎纹衣袍的老者开口了：“这位小友，今天的事都是误会，费天阁主太冲动了，现在他也受伤了，这事就算了吧。”雷尊者也稍微收敛了一些，但萧炎却说：“既然老先生都这么说了，那雷尊者，请吧。”他让出了一条路，但雷尊者的脸色立刻又阴沉下来。萧炎的态度让雷尊者和2位老者都很不爽。虎袍老者说道：“这里可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，离开这里，这事就算了。”另一个老者也跟着威胁萧炎，他们释放出强大的气息，试图压制萧炎，但萧炎毫不畏惧，他身后也释放出强大的气息，震散了对方的威压。最后，萧炎冷冷地说：“最后一次，从这里滚下去，不然就躺着下去。”这句话让雷尊者3人的脸色大变，刚刚还嚣张的风雷阁一下子被镇住了。萧炎身后的小医仙他们突然爆发出强大的气息，直接把雷尊者他们震得连退好几步。周围的人都惊呆了，原来萧炎身后还有3位斗尊强者，加上萧炎自己，星陨阁这边一下子有了4名斗尊，这阵容风雷阁根本比不了。雷尊者和2个兽袍老者都傻眼了，他们没想到星陨阁居然有这么强的底蕴。雷尊者心里直犯嘀咕，星陨阁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风雷阁的弟子们也吓坏了，一个个大气不敢出。虎袍老者还想说点什么，但看到萧炎那冰冷的脸，只能闭嘴。雷尊者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早知道当年就该杀了你。”萧炎却根本不理他，淡淡一笑，直接下令让风雷阁的人离开。雷尊者没办法，只能带着人灰溜溜地走了，临走还撂下一句狠话：“我迟早会找你算账。”萧炎却毫不在意，笑着说：“随时恭候。”风雷阁的人一走，星陨阁的弟子们欢呼起来，他们对萧炎的敬畏更深了。萧炎让大家赶紧安营扎寨，准备接下来的事情。穆青鸾提醒萧炎，风雷阁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要小心。萧炎点头说：“他们的目标是魂元果，不管风雷阁怎么闹，东西一定要拿到手。”穆青鸾还担心天妖皇族会出手。萧炎说道：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就算今天没事，天妖皇族要是看我们不顺眼，迟早也会出手的。”最后，萧炎站在山顶，望向山脉中心，那里就是远古遗迹的方向。他能感觉到那边的空间有些扭曲，看来遗迹的主人设置了很强的屏障。胡长老走过来说：“远古遗迹里危险重重，有强大的远古尸垒和复杂的机关守护，连斗尊强者都不敢掉以轻心。这片遗迹被空间封印保护着，斗尊强者强行进入会引发强烈的封印反击。”萧炎皱起眉头，难道自己也进不去？胡长老笑着说道：“封印已经很稀薄了，再过几天就会消散，到时候斗尊强者就能进去了。”萧炎松了口气，他用灵魂感知扫了一圈，发现周围有不少隐藏的斗尊强者，看来这次遗迹争夺战肯定少不了血拼。萧炎问道：“有没有发现魂殿的人？”胡长老说：“没看到，但魂殿的人向来神秘，说不定已经潜伏进来了。”萧炎心里一紧，魂殿要是来掺和，事情就更复杂了。穆青鸾说道：“除了魂殿，九幽的冥蟒族才是最麻烦的，他们是地头蛇，人多势众，连天妖皇族都不愿招惹。奇怪的是，这里是他们的地盘，他们居然没封锁消息，反而让远古遗迹的事传了出去。”胡长老笑着说道：“九幽的冥蟒族现在自顾不暇，哪有心思管遗迹？
原来最近他们族里有不少强者神秘失踪，甚至包括一名斗尊强者，他们正在到处找凶手，而且据说下手的只是一个神秘人。听到这里，萧炎和穆青鸾都吃了一惊，这人也太厉害了吧，敢对九幽的冥蟒族动手。按理说九幽地冥蟒族是兽域的3大族群之一，实力强大，谁敢在他们的地盘上撒野？而且那个神秘凶手专门挑强者下手，反而放过了弱者，这种反常的行为让人摸不着头脑。不过萧炎并没有在这件事上过多纠结，他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等待远古遗迹开启，拿到魂元果为药老恢复实力。至于九幽的冥蟒族的麻烦，他并不想掺和进去。3天时间很快过去，骸骨山脉中心那片扭曲的空间封印变得越来越淡薄，显然远古遗迹即将开启，整个山脉的气氛也因此变得更加火爆，稍微一点摩擦就可能引发一场大战。萧炎站在山顶，目光越过重重山峰，望向那片扭曲的空间，低声喃喃道：接下来就让我们等待这远古遗迹的开启吧。